叶枫走出了李家，他途径蜿蜒的街道。那位老友不仅有着深厚的玄学修为，而且对于阵法有着独特且深入的理解。叶枫相信，只要和老友相见，定能找到破解阵法的关键。与此同时，李家内部开始加紧布防，所有人都按照叶枫的指示行动，不让任何外来者接触那些邪物。李梦雪担任了保护李老以及监视邪物的重任，他深知一旦阵法再度活化，情况可能会变得不可收拾。李兴则与其他几位家族成员聚在一起，陈家的行为已经跨越了他们的底线，为了家族的安全，他们决定采取措施，必要时与陈家进行正面的对抗。经过一段时间的旅程，叶枫终于来到了老友的隐居之所，一处僻静的山谷里。这里远离尘嚣，只有山风和鸟鸣作伴。叶枫站在山谷入口，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踏入这片他寻求极致智慧的地方。老友名为云逸，是一位性情孤僻却又博学多识的隐士，尤其在玄学和阵法上有着独到的成就。云逸的住处藏于山谷深处，一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小院，简朴而又充满了古朴的美感。叶枫拍了拍门，片刻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是芬儿带你来的吗？”紧接着，门开了，一个身形略显瘦削，脸上布满岁月痕迹的老者出现在门口。这就是云逸，他笑着迎接叶枫：“枫儿，这是你多久没来了？怎么又遇到难题了？”叶枫笑了笑，点头回应：“云逸前辈，您果然还是那么敏锐，这次确实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相信或许只有您能帮我解答。”两人进入屋内，叶枫详细而又认真地向云逸讲述了李家的情况及自己的分析。云逸听得十分仔细，偶尔点头或皱眉，显然他也感受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云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这个阵法的确是比较罕见且邪恶，它不仅能够吸取生命力，甚至会侵蚀整个家族的气运。想要破解，普通的方法恐怕难以起效。不过，以我所知，江城北方山脉的深处藏有一件古物，名为破阵珠。传说中它有破除万法之力，或许能够帮助你。”听到这里，叶枫心中一动：“前辈，那我应该如何才能找到这件古物？”云逸目光深邃：“要找到破阵珠，你需要前往北方山脉的禁忌之地，那里危机重重，但只要你心存正念，相信定能有所发现。”叶枫长时间与云逸深入探讨后，便起身告别，向着北方山脉的方向急速前进。为了打破那阴恶的阵法，保护李家乃至更多无辜者，叶枫穿过了茂密的树林和蜿蜒的小径，江城北方山脉的禁忌之地，据说是古代一位强大法师的遗迹，里面布满了怪异的景象和危险的机关，普通人若是踏入，恐怕难以全身而退。叶枫终于到达了那片被传说中的迷雾笼罩的山脉，他站在山脚下，抬头望着那巍峨连绵并笼罩着一层神秘薄雾的山峦。即使是在白天，那里也显得阴沉莫测，令人心生敬畏。叶枫凝神聚气，调整了一下体内的气流，确保自己的状态处于最佳。他清楚，从这一步开始，每一步走的都必须谨慎小心，因为每一步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边缘。踏入禁忌之地的第一感觉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压迫感，伴随着神秘莫测的气息。山脉内的路径迂回复杂，看似平静的自然环境下，隐藏着许多精心设计的陷阱与阵法。叶枫不断运用他敏锐的感知力，避开一个个陷阱，穿梭于林间石缝。他来到了山脉中的一个幽深洞穴面前，洞口处生长着奇异的植物，洞内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叶枫知道破珍珠就藏在洞穴的深处。叶枫吸了一大口气，迈步走进了洞穴，眼前是一片充满了幻觉的区域。洞穴内突然亮起了五彩斑斓的光，每一束光都投射出叶枫曾经经历的恐惧和痛苦的幻境。他看到了自己最亲近的人遭受痛苦，耳边回荡着他们的呼救声。然而，叶枫心中清楚，这些都是幻觉。他静下心来，利用内力稳固心神，一步步穿过了这片区域，幻觉终于消散。接下来则是一条充满机关的狭窄通道，通道两侧隐藏着锋利的刀刃，
一不小心就会触发机关。叶枫仔细观察四周，通过轻灵的身法和精准的控制内力，避开了每一个射出的刀刃，成功穿越了通道。最后，叶枫终于来到了洞穴的深处，眼前是一池惊涛骇浪的水域，水池中心有一块巨大的石台，石台上放着破阵珠。这池水并非寻常之物，一旦踏入，就会产生巨大的吸附力，试图将偷珠者拖入水底。叶枫站在水边，以老友教导的方法找到了水流的漏洞，他把灵气运用在脚底，轻盈地踏上水面，终于到达石台，取得了破阵珠。然而正当叶枫感觉一切顺利时，不顺利总是会赶到。就在叶枫手握破阵珠准备离开的一刻，洞穴中的平静被打破，水面开始剧烈波动，仿佛有什么巨大的力量正在苏醒。接着水池中心喷涌而出一个巨大的水柱，待水柱散去之后，一只巨大的水兽显现在了叶枫面前。这只水兽全身覆盖着蓝色的鳞片，双眼发出幽深的光芒，显然是水池的守护者，负责保护破阵珠。水兽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向叶枫冲来。叶枫立即运用轻功，身形如同缥缈之烟，在水面上快速移动，试图找到水兽的弱点。水兽挥动巨大的爪子，每一击都带着破空之声，仿佛每一次挥动都能撕裂湛蓝的水幕，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水流冲击。叶枫勉强避开一次又一次猛烈的攻击，他的身影在这光怪陆离的洞穴中如同一道闪电，时而出现在这头，时而又移动到那边。水兽的攻击方式简单而直接，它那巨大的身躯带来的力量无疑十分惊人，每一次挥出的爪击都伴随着激荡的水波，给叶枫带来极大的威胁。叶枫心中默念道诀，内力在体内快速循环。与此同时，他的观察和反应比平时更加敏锐，他开始试图识破水兽攻击的节奏，寻找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在一次攻击中，水兽的双爪如同两道闪电一同袭向叶枫，伴随着水花四溅。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叶枫微微侧身，以微不可察的幅度巧妙地避开了致命一击，同时他的右手聚集了所有的内力，化作一道内力剑气，猛地刺向水兽的腹部。这一击快若闪电，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水兽的软肋。水兽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哀鸣，痛苦的波动在水中形成强烈的涟漪。它身体的一部分开始泛起了光，慢慢化作水滴消散在洞穴中，那股原本凶猛的气息也逐渐减弱。叶枫取下破阵珠后，急忙地离开了洞穴，原路返回李家。叶枫怀中握着发光的破阵珠，急速穿行于山脉之中。这一次，他更熟悉了这条路，陷阱和机关的每一次闪躲都准确无误。叶枫终于踏出了那禁忌的山脉，来到了外界。蓝天白云下的江城显得格外的宁静和谐，与他之前在山脉中经历的刀光剑影形成了鲜明对比。太阳渐渐西沉，当叶枫再次出现在李家的门口时，已是傍晚时分。李梦雪和李青他们着急地等待着，一见到他们期盼已久的叶枫，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李梦雪迎了上来：“叶先生，您终于回来了，一切都还好吧？”叶枫对他点了点头，微笑道：“一切顺利，破阵珠已经取来。”他随后将破阵珠展示给在场的所有人看。这颗光芒四射的珠子，宛如从最深邃的海洋中捞起的星，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李家的人看到破阵珠后，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希望的光芒。接下来，叶枫开始按照云逸提供的方法，使用破阵珠破除那恶凶的邪阵。但是事情却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叶枫拿着破阵珠，将其对准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古画。随着叶枫内力的注入，破阵珠发出柔和的光芒，那幅古画上缓缓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符号，随后便化为一阵烟雾消散了。显然，古画中隐藏的邪恶力量被彻底消除了。然而，当叶枫转向其余两种邪物香炉和木雕时，却发现破阵珠并没有之前那样的效果，那两件物品依旧安然无恙，毫无变化。李梦雪焦急地问道：“叶枫先生，怎么回事？是不是破阵珠出了问题？”叶枫眉头紧锁，沉声回答：“破阵珠本身没有问题，看来
这个阵法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我怀疑另外2件邪物被附加了更强的保护法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破解的。李青急切地插话：“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弃吗？”叶枫深吸一口气，放弃当然不是选择，我需要深入研究破阵珠的其他用法。无法此时也提出建议：“叶枫，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结合传统的道术进行进化。虽然破阵珠的力量非凡，但有时候传统的方法可能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叶枫点了点头，表示认同。吴大师的提议很有道理，我们可以尝试结合传统道术和破阵珠的力量，或许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叶枫接着召集了李家人一起，开始准备结合使用破阵珠和传统道术的仪式，希望能够破解剩下的2种邪物所带来的隐患。在叶枫的引导下，他们开始忙碌起来，按照古老的仪式准备道术进化的各种道具和符咒。李梦雪小心翼翼地拿出家传的道书，翻阅着记载着各种法术和阵法的古籍，寻找能够辅助破阵珠的法门。李青则联络家族中擅长道术的长辈，希望他们能给出更多的建议和帮助。叶枫则坐在一旁，神情专注地注视着手中的破阵珠，默念着从云逸那里学来的法诀，试图激发出珠中更深层的力量。他相信这颗珠子绝非凡物，其中必定蕴藏着更多未被发现的秘密。无法和几位长老凑在一起，讨论着如何布置阵法和选择吉时。他们在院子中摆放着各种道具，画着符，一切准备得井井有条。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叶枫将破阵珠置于阵法的中心点。深邃的晚色中，李家庄园里弥漫着淡淡的香烟和朝圣者的祈祷声。在叶枫的领导下，仪式缓缓开始。他率先默念咒语，同时手指连点，内力如泉涌，由他的掌心流入破阵珠之中。珠子开始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并产生一种无形的波动，缓缓向李家的每个角落扩散开去。紧接着，无法带领其他长老共同念诵道诀，声音和谐而又神圣，加之香烟环绕，整个空间都被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笼罩。随着仪式的进行，木雕周围的空气似乎开始扭曲，一股隐秘的能量在它周围徘徊。早已准备好的李家人开始一一投入手中的符咒，每一张符咒都在空中化为点点星光，与破阵珠发出的光芒融合在一起。过了不知多久，邪物上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伴随着轻微的震颤，继而平静下来。当最后一丝光芒和符咒完全消散于空气中，李梦雪喃喃自语：“木雕不再发出那种阴冷的感觉了。”叶枫审视了一番，满意的点了点头。但是最后的一件邪物香炉却仍然无法破除，他们的眉头再次紧锁起来。明明已经使用了破阵珠和传统道术，2件邪物已经被顺利破除，但是为何香炉却依旧安然无恙？李梦雪焦急地问：“叶枫先生，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遗漏了什么吗？”叶枫沉吟了片刻，认真地对着香炉观察，心中念动，试图感应那香炉中蕴含的力量。我觉得这件香炉中的力量与另外2件不太一样，它似乎有着更强的自我保护机制。可能我们还需要找到更为特殊的破解方法。无法轻轻点头，他思考后说道：“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香炉上似乎刻着一些非常古老的符文，可能这就是它能够抵抗破阵珠力量的原因。需要我们对这些符文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解读。”李青不甘心地说道：“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束手无策吗？”叶枫抬头，目光坚定：“当然不会，我会尝试联系云逸前辈，看看他是否有更多的建议。同时，我也会研究下这些符文，寻找破除之道。我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李梦雪深吸一口气，她看向叶枫：“叶枫先生，我们相信你，请务必找到破解的方法，保护我们的家。”叶枫微微一笑，他对李家人说：“请大家保持耐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破解这个害人的邪物。”随后的几天里，叶枫几乎没日没夜地研究着由云逸前辈提供的材料和自己对那些神秘符文的解读。李梦雪与李青常来叶枫工作的房间前，默默地为他送上温热的茶水，但是符文实在太过深奥，
叶枫怎么绞尽脑汁也无法领悟，更别提要怎么破解了。就在叶枫心灰意冷时，他想到了苏倾城的身影。他突然受到了启发，有一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人。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他呢？叶枫的心情从心灰意冷转为充满了希望。